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大学同学聚会上，前妻窝在死对头怀里，嘲讽我这辈子都是条穷命，永远也翻不了身。我笑了笑，招呼经理拿出我存在这里价值100万的罗曼尼康帝酒给大家助兴。聚会结束后，死对头那辆掉了漆的奇瑞撞上了我新提的玛莎拉蒂。我牵着首富千金的手，看着脸色惨白、浑身颤抖的前妻，不屑一笑：“你还是没变，又穷又爱装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晚上出门给女友买她爱吃的那家炒河粉时，遇到了大学同学林志杰。于晨林，咱们都快10年没见了吧？他激动地拍拍我的肩，上下扫了我一眼，在看见我身上那件破好几个洞的皮衣后，他露出鄙夷的笑。老同学，过几天我做东安排了一个同学聚会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大学毕业后，我就主动跟这群笑面虎断了联系。听说他们每年都要组局聚会，没有一次想起过我。这次这么热情，恐怕是还以为我是当年那个穷小子，想拿我当乐子呢。还是不去了吧，到时候扰了你们兴致。我摆摆手，并不想趟这趟浑水。林志杰眼珠一转，挤出一个假笑：“这是哪里话？都是同学，混得不好又没人笑话你。”林志杰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上来，我拗不过他，随口应了下来。回到家，我跟女友提了一下这件事，女友听后笑作一团。我就说让你换件衣服出门，你那皮衣穿了都快有6、7年了吧？堂堂一个公司老总，因为一件衣服被人误会，你说你多憋屈？那不是你送我的吗？我哪舍得丢？我本来物欲不强，不喜欢铺张浪费。林志杰从大学就跟我不对付，每次说话都是夹枪带棒，冷嘲热讽。我知道他打心眼里瞧不起我，如今看到我穷困潦倒，心里估计都乐开花了。聚会那天，女友亲自为我挑选了一件高定西装，又替我打好领带，头发往后梳，露出额头，用发胶固定住。我笑了笑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标配。跟女友告别后，我来到约定好的聚会酒店。我到的时候，人都来齐了，原本闹哄哄的包厢安静了下来。林志杰看着我今天的模样，从鼻孔中哼笑一声。我听见他小声嘀咕：“今天倒是穿得人模狗样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私下里是个什么东西哟。”陈林这面子可真够大的，让我们一顿好等。说话的是班长，也是我的寝室长，当年带头孤立我的人，郑少秋。看你这身打扮，如今在哪高就啊？此话一出，10几道目光纷纷朝我们这边望过来。林志杰憋着笑，想看我当面出丑。陈云集团，我淡淡开口。原本安静的包厢突然爆发出一声爆笑，紧接着饭桌上的笑声此起彼伏。郑少秋捂住肚子，笑得直不起腰。他看着我，眼里尽是鄙夷和嘲讽。于晨林，你就别开这种玩笑了吧，那可是陈云集团，多少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挤破头都挤不进去，就你那大学都没毕业的学历，恐怕连做陈云的保安都不够格吧。我有些无语，自己白手起家打下的公司，我怎么就不够格了？林志杰也出声附和，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。陈林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就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了。我那天都看到了，你大晚上还在摆摊卖炒饭呢。我本来想给你留个面子，不当面拆穿你，可你这牛吹得也太过了吧。说着，林志杰拿出那晚他偷拍我的照片，照片里
我穿着破烂的皮衣，在冷风中拿着铁锅颠勺，面前摆着各种佐料。这个角度明显是一张错位图，拍图的人倒是花了不少心思。照片一出，包厢里瞬间弥漫着窃窃私语声。当年好歹也是院系第一，学校的风云人物，怎么混成这样了？夜市摆地摊，真是丢我们京大的脸。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，今天还特意租了这么贵的西装来装逼，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这一天的租金，他怕要炒半个月的饭吧？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他爸不就是个？可他这样也不足为奇吧？你说周丽丽当年怎么看上他了？难怪他们刚结婚就离了婚，跟了这种没本事的男人，真是他这一生的污点。嘘，小点声，没看到郑少秋脸色不好啊？前夫和现任有好戏看了。察觉我的脸色阴沉下来后，有个爱做和事佬的女同学出来帮我解围。班长，我看人都齐了，我们把菜给点了吧。郑少秋被打断，不满地啧了一声，也没多说什么，把服务员叫了过来。郑少秋大手一挥，点了一大桌子菜。林志杰朝郑少秋露出一个谄媚的笑。郑总就是大手笔，朝宴盛会这样的地方，也就只有郑总消费得起了。我们也是跟着沾你的光。郑少秋被恭维爽了，连连摆手说了几句客套话。说罢，目光又转向了坐在一旁不吭声的我，好像还没点凉菜吧？于晨林，你看看还想加什么？我扫了一眼菜单，都是些我吃腻了的东西，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兴致。林志杰见我不吭声，还以为我是没见过世面，被菜单的价格吓到了。他善解人意地宽慰我：陈林，平时你也没机会进这种高档餐厅，今天就放手点吧，反正今晚消费都由郑总买单，正好你也尝尝看，看是不是比你炒的路边摊好吃。郑少秋的手在菜单上敲打了几下，不耐烦地转头看着我，要不然就点一盘凉拌苦瓜。陈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感觉这菜跟你挺搭的，又苦又凉嘛。包厢里又爆发出哄堂大笑，倒是周丽丽抬头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，观察了一下我的脸色，眼里闪着我看不懂的光。服务员拿上菜单准备退下，他瞥了我一眼，惊喜开口：于总，今天上官小姐没一起过来吗？您这是来聚餐的？我点点头，周遭的嘲笑声像是按了暂停，包厢里的人脸色各异，看向这边。您存在我们店的那批罗曼尼康帝需要拿出来吗？您是我们这的贵宾，王经理特意跟我打过招呼，让我招待好您。服务员话音刚落，包厢里就又响起了窃窃私语声。我的妈呀，罗曼尼康帝是我想的那个吗？罗曼尼康帝酒庄的葡萄酒，那可是世界顶级美酒，酒中爱马仕。于晨林该不会真的发达了吧？那酒少说有的上百万一瓶，我今天真的要跟着他见世面了。可是林志杰不是说他现在在摆地摊吗？哪来的钱买罗曼尼康帝？郑少秋疑惑地看着我，脸色不太好。今天是我们大学同学聚会，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，你开一瓶送进来吧。服务员连连应下，笑着退了出去。老同学，林志杰用肩膀撞了我一下，皮笑肉不笑，试探性问了一句：他称呼你于总，你该不会真混出了什么名堂来吧？我清了清嗓子，还没来得及出声，刚才那个服务员就一脸尴尬地闯了进来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于总，我们经理刚才出外勤了，酒窖的钥匙在他那里，今天怕是要扫您雅兴了。朝宴盛会的服务一向很好，女友喜欢这里的氛围。我作为老顾客，并不打算刁难眼前瑟瑟发抖的服务员。没事，
下次来再开就行，你先去忙吧。”服务员刚退出门，郑少秋就一脸鄙夷地看着我，鼓起了掌。先是服务员叫你于总，然后故意拿罗曼尼康帝出来装逼，最后经理不在，取不出酒。于晨林，真的有这要巧的事吗？你的戏未免也太多了吧？穷乡僻壤里出来的穷鬼，也想学人装大款。山鸡就算飞上枝头，也变不成凤凰的，真是可怜。郑少秋故意加大了音量，就是打定主意想让我难堪。郑少秋这么针对我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此刻坐在他身边，一副贤妻良母模样的周丽丽。周丽丽是我的前妻，当年她是学校公认的女神，长得漂亮又多才多艺。我对她一见钟情，并且对她展开了猛烈的攻势。我帮她上课、跑腿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她一个电话我就能随叫随到。曾经，我一天打3份工，就为了能在女神生日那天买下香奈儿限量包，讨她欢心。但周丽丽对我一直挺冷淡，她像一朵高岭之花，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也渐渐放下了他。但是毕业后，他主动找上了我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让我娶她。原来那时候，周丽丽已经怀孕3个月，她不肯打掉孩子，但又没法跟家里交差，所以她打定主意让我娶她当接盘侠。看着曾经的白月光女神在我面前哭得梨花带雨，我终究狠不下心拒绝她。就这样，第2天我就跟周丽丽去领了证。那时候，我因为那件事被开除学籍，整日为找工作发愁。1没家世，2没学历，3没工作。周丽丽他妈每次见我也都是冷嘲热讽，但我没把她的挖苦放在心上。那7个月里，我一直尽心尽力伺候周丽丽待产。她生产那天难产，我焦急等在手术室门口，1天1夜没合眼。生完孩子，我又拿出不多的存款，请了一个金牌月嫂照顾她过月子。原本以为我总算苦尽甘来，抱得美人归时，周丽丽跟我提了离婚。她回来找我了，我们还是分开吧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她跟郑少秋走到了一起。明明他肚子里孩子的爹是于晨林。郑少秋出声，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他朝我举起杯，露出一个得意且高高在上的笑。我得敬你一杯。说起来，你还替我照顾了丽丽母子一段时间，这份恩情我一直记在心上。我看着头上飘着绿的男人，有些想笑，都是替别人养儿子，怎么他还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了？天冷了，你就别去摆摊炒饭了。我公司旗下酒店里还缺一个迎宾，到时候你要是被哪个富婆看上了，这辈子就能躺平了。郑少秋调笑着，话里的讽刺不加掩饰。哟，这恐怕是不行吧？一个大嗓门的女生阴阳怪气地开口。你们可别忘了于晨林当年做过什么事，他看见女人就跟饿狼似的，到时候出事了，不是砸郑总的招牌吗？我顺着声音看了过去，说话的人是王小莲，张沐月的室友。你们可别忘了他当年对月月做过什么事，他又是怎么被退学的。王小莲抱住坐在一旁一脸心虚看着我的张沐月，气冲冲地朝我呸了一口。张沐月看了我一眼，扯了一下王小莲的袖子，支支吾吾开口：当年的事都过去了，小莲你别再提了。月月，你总是这么善良，善良被人欺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王小莲恨铁不成钢地戳了戳张沐月的脑门。我看着他虎视眈眈，恨不得上手撕了我的眼神，轻笑了声。我也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你这个禽兽，要不是我们月月心软没告你，
恐怕你早就牢底坐穿了，哪有机会坐在这里大言不惭？我看着张沐月躲闪的眼神，沉声开口：当年那事不是我做的，如果真的是我，张沐月为什么不敢去告我？谁不知道月月当年那么喜欢你，他为了你的名声着想，才把这事压了下来。当年我虽然家世不好，穷困潦倒，但我品学兼优，年年拿奖拿到手软。张沐月确实公开表示他喜欢我，他给我送过情书，带过早餐，还亲手给我织过围巾。不过我当时一门心思全都扑在周丽丽身上，根本无暇顾及她。婉拒过几次，可张沐月还是对我死缠烂打。那天我下晚自习回去的路上，撞见张沐月被人猥亵，看着张沐月求助的眼神，我帮他赶走了人。我脱下外套盖在赤身裸体的张沐月身上，不料却被好事者看见了。隔天学校就传开了。为了张沐月的名声，我硬生生抗下了这件事。没成想，张沐月想借着这事逼我跟他在一起，被我严词拒绝后，他动了歪心思，散播我兽性大发猥亵他的谣言。后来我被学校强令退学，大好前途毁于一旦，背了这么多年的黑锅，是时候为自己平反了。我看着面前浑身战栗的女人，淡然一笑：我有没有做过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于晨林，你就别狡辩了，事情闹大了，谁脸上都不好看。你又不是第一次干这种龌龊事了，你忘了村长的女儿吗？说话的是晨曦，跟我一个村的，自诩跟我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发小。我一愣，村长的女儿，我有点印象，是个沉默寡言的姑娘，小时候喜欢跟在我屁股后面喊我哥哥。她怎么又跟我扯上关系了？我感觉现在的我就像那个含冤而死的窦娥，什么人都能过来踩我一脚。要不是你当年对他做的那事，村长也不会才到中年就白了头发。你爸是个精神病，扰得村里子不得安宁。没想到你青出于蓝胜于蓝，竟然对从小看着我们长大的村长一家下手。你还是人吗？我听得一头雾水。村长一家现在都在我公司里上班，怎么在晨曦口中，我倒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了？村长在九泉之下不会放过你的。晨曦看着我，恨恨开口：于总，不知道那个不长眼的撞了你刚提的那辆沙琪玛蒂，他比我高一个头，胳膊有我2个粗，我干不过他。就当晨曦沉浸在气氛中时，村长一个大嗓门熬了过来。我闭了闭眼，叔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别叫我于总，像小时候那样叫我小林就行。还有，那是玛莎拉蒂，不叫沙琪玛蒂。村长憨憨一笑：我这不是年纪大了，记不住是吗？村长，你没死，你竟然还活着。晨曦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一脸惊喜，难以置信地望着他出神。你这混小子，你才死了！村长猛地一拍他的头：你念大学后就没回来过，原来还记得我这糟老头子啊！晨曦有些难堪地低下了头。先前叫嚣着要为村长一家报仇，结果自己10年来都没回过村，想装好人装孝子，结果被当事人当场戳穿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晨曦愣愣开口：于总把我们一家都接来城里住了，小美和她妈都在公司里干点轻松的活，我坐不住，刚好会开车，就当了于总的司机。村长呲着大牙，笑嘻嘻地开口：你是说于晨林真的开了公司，小美也来了？可是他不是想对小美图谋不轨，被你抓到了吗？晨曦还是不相信，他紧紧握住村长的肩膀，颇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。什么图谋不轨？村长挠了挠脑袋，一脸不解。小美之前精神有点问题，总喜欢说胡话，
还是于总花大价钱给他看病治好的，要不然我都不敢想我们一家要怎么活。村长说到动情处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陈曦黑着脸梗着脖子想挑刺，他要是真为你着想，心疼你，怎么会让你一把年纪还给他开车？他就是想羞辱你。村长听懂了陈曦的言外之意，他厉声喝住了陈曦：住嘴！于总1个月给我开10万工资，平时出门也是专门司机开车，根本用不上我。我种1年庄稼都挣不到这个钱，更别提小美和她妈妈，大字不识一个。于总心善念旧情，才给我们一家人安排了这么好的工作，你凭什么指责他？村里的小学、中学都是于总出钱盖的，他怕我们出远门不方便，还给我们修了路搭了桥。你呢？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这些年给家乡做了什么贡献吗？陈曦瘫坐在椅子上，彻底不吭声了，脸色惨白。郑少秋站了出来，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。大叔，你现在在哪个公司上班？村长指了指衣服上的绣牌。喏，这不写了吗？陈云集团呢？就在这时，王经理突然急匆匆地推门走了进来，他弯着腰陪笑着，脸上的褶子都堆在了一起。于总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刚才有急事出了一趟门，怠慢了您。您要的罗曼尼康帝，我给您拿过来了。我笑着接过经理手里的酒瓶，挨个给他们倒了酒。现场陷入诡异的沉默，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变幻莫测。几分钟后，原本呆傻的众人像是反应了过来般，包厢里炸开了锅。卧槽，还真是陈云集团，于晨林还真没装逼，这下好了，出来聚个餐，得罪了大人物，以后他要是找我们茬，给我们使绊子怎么办？毕竟他现在在 A 市可是只手遮天。于晨林人还怪好的，当年我就知道他人品兼优，发达了也没忘了父老乡亲。看张沐月心虚那样，当年那事肯定是他诬陷于晨林的，害了人家这么多年，他也真好意思。你看周丽丽那表情更好笑，当年嫌弃人家穷，一脚踹了他，结果怎么着？押错宝了，现在肠子都快悔青了吧？今晚回去估计都睡不着觉。郑少秋和林志杰的脸比铁还青，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：于总，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啊，今晚把我们当小丑耍好玩吗？我抿了一口酒，不动声色地呛了回去。我一开始就说了，是你们不信。包厢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，进来一个穿着考究的小老头。哟，大伙都吃上了啊？路上堵车，我就来迟了些。闻言，大伙都急忙放下手里的筷子围了上去。刘老师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是没变样，还是这么英俊潇洒。刘老师，10年没见，我们都快想死你了。刘老师乐呵呵地点点头。同学们，我也很想你们啊。尽管我在生意场上厮杀了这么多年，但我一直不太喜欢这种虚与委蛇的场合。我坐着没挪窝，没说话。郑少秋扫了我一眼，故意把话头引到我身上。刘老师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这群人中出了个身家过亿的总裁，于晨林可是个大忙人啊。这些年我们聚会他都不带搭理的。我默默翻了个白眼，明明是你们没想起过我，怎么现在还反咬我一口？刘老师朝我看了过来。前2年我所有心思都花在看病上了，所以消息也不怎么灵通。小于，恭喜你啊，你一步步走到现在，辛苦了。我笑着点头回应了他。周丽丽扶着刘老师坐了下来，说起来，老师的病近来怎么样了？当年可把我们吓坏了，命硬，轻易死不了。他呵呵笑着，医生说好好保养，癌症复发的几率很小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说起来，
当年还要感谢你们捐款凑我的手术费。这年头你们工作压力大，挣钱不容易，我这个老头子现在挺过来了，也不好意思要你们的钱。今天我过来就是打算把你们凑的钱都还给你们。刘老师颤颤巍巍地拿出手机，戴上老花镜，点开了当年的水滴筹链接。林志杰捐了500，王小莲300，张沐月100，陈曦20。刘老师每念一个数字，就有人低下头去。没过一会，包厢里一半的人都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。郑少秋和周丽丽一起捐了5万。郑少秋看了一眼众人羞愧的表情，高傲地抬起了他的头颅。刘老师扶了扶眼镜，看着众人涨红的脸，有些不解：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捐多捐少都是心意，老师都很感激你们的。2个女生凑到一起嘀咕了起来。陈曦当年要不是刘老师，早就饿死了。前2年刚知道刘老师得病的消息时，他在群里发语音哭了一整晚，还说要好好挣钱给老师看病。真是当面一套背地里一套，竟然就捐了20。那他还在我们面前装什么？算准了水滴筹匿名，我们不知道实情是吧？那这样讲，郑少秋和周丽丽夫妻俩还算可以的，至少他们有钱是真捐，不是作秀。我记得刘老师当年的心肝宝贝是于晨林吧？怕他没钱吃饭，硬是给他饭卡里充了好几百块钱，就别提给他买衣服买鞋了。你刚才听见他名字了吗？该不会他1分都没捐吧？有些人就是越有钱越抠门。南平他们越聊越激动，音量也不自觉大了起来。郑少秋鄙夷地看了我一眼，弯起了唇角。于总好歹身价上亿，现在是上流社会中的佼佼者了，一时想不起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老师，也不算什么稀奇事吧？郑少秋话里话外都在讽刺我是个忘恩负义的无耻之人。他笃定我在老师病危之际袖手旁观。陈曦也像反应了过来似的，跟郑少秋一起把矛头对准了我。于晨林，做人不能太忘恩负义，老师怎么说也在你穷困潦倒的时候帮了你不少，要是没有老师，哪来今天的你？我看他涨红着脸，大言不惭指责我的模样，莫名有些想笑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对他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，让他这么费尽心思拉我一起下水。老师，你当年就是太心软了，才养了个白眼狼出来。郑少秋今晚一直被我压一头，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个反击我的机会，他哪肯轻易放过？少秋，你说什么呢？刘老师一脸困惑。我病情能成功控制住，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小鱼。郑少秋不服气，他从鼻孔里哼笑一声：老师，都这时候了，你就别替他遮掩了，他人品怎样，我们都一清二楚。刘老师一脸愤怒地加大了音量：我从确诊到住院做手术，花的所有钱都是小鱼出的，他还送我去燕国，费尽心思联系了研究这方面的专家。要是没有小鱼，恐怕我这个糟老头子今天就不能站在这里听你们对他冷嘲热讽了。此话一出，包厢里又恢复了沉默。郑少秋和陈曦的脸比猪肝还红，他们彻底噤了声，低头瘫坐在椅子上。只有周丽丽感叹了一句：于晨林，你还真是个知恩图报的好人啊。就在这时，女友的电话打了过来：亲爱的，你那边结束了吗？听王叔说你喝了点酒，我刚好在这附近逛街，需要我去接你吗？我听着女友软糯的语气，不自觉勾唇笑了笑。好啊，我这边也快结束了。也许是我的笑意太过明显，放下手机时，我看见不少人正盯着我看。我清了清嗓子：
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女朋友过来接我了，可能要失陪了。我跟助理打了招呼，今天所有的消费由我买单。一直坐在角落里没吭声的林志杰开口了：于总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有机会聚一下，下次再聚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，没必要扫大家的兴吧。再说我们都还没见过嫂子呢，正好让我们大家也见识见识是什么样的美人拿下了我们的青年才俊。于总，我摆摆手，笑着推脱。我女朋友容易害羞，不太能适应这样的场合。周丽丽攥紧了手，脸色不太好。不知为何，她抬头盯着我看了一会，突然笑着呛了我一句：于总这么藏着掖着，该不会是女朋友拿不出手吧？虽然我今晚碍于情面，一直对这群笑面虎忍让着，但是这不代表他们能随意欺辱嘲笑我的阿瑶。周丽丽慎言，我女朋友当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，起码她不会在我低谷穷困潦倒时背弃我，转头就找好了下家。周丽丽的脸色猛地变得惨白，她大概没想到，她弃之如敝履的舔狗，有朝一日会为了维护其他女人，在公众场合这样给她难堪。毕竟在她心中，我一直是那条永远包容她、永远臣服于她的狗。现场气氛一度跌到冰点，还是刘老师出来讲和。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：你小子总是喜欢闷声干大事，办公司这事你瞒着我，是不想让我为你操心。如今你都苦尽甘来了，你有能力保护自己，保护你的家人。既然女朋友都来了，就带过来给我这个老头看看吧。无奈我点点头，给阿瑶发了一条消息。阿瑶来的时候，我还在给刘老师敬酒，就听见身后传来尖叫声，一阵接着一阵。我皱着眉转过身来，阿瑶已经俯身抱住了我。我的妈呀，今晚真是跟着于晨林见世面了，也没人跟我说他女朋友是上官瑶啊。平时都在电视上看，今天可算是看到真人了，比电视上美多了。这可是京圈大小街名媛中的名媛，他爸可是上官芳豪，这么多年一直霸占富豪排行榜榜首。待会我可以跟他蹭个合照吗？这都够我吹一辈子的牛了。阿瑶笑着跟众人点头打招呼，我握紧他的手，准备带他离开。转身之际，周丽丽叫住了他。周丽丽盯着我们十指紧扣的双手，紧抿着唇，脸上看不到一丝血色。上官小姐，你知道你身边的这个男人在你之前曾经还有过一段婚姻吗？她露出一个胜利者的微笑，挑衅地盯着阿瑶看。郑少秋被他这阵仗吓破了胆，他拉住周丽丽的胳膊，把她往后拖。他一脸歉意地看着我们，不好意思，我老婆今晚喝多了酒，在耍酒疯呢，还请上官小姐海涵。随后又在周丽丽耳边低语着：你发什么疯？这是上官家的大小姐，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。众人也纷纷出来打圆场。阿瑶却放开了我的手，安抚性地拍了拍我的手背。她径直走到周丽丽面前，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。你是陈琳那个前妻吧？周丽丽惊恐地瞪大双眼。你竟然知道我？阿瑶撩了撩头发。夫妻之间本来就不该有秘密的。周丽丽突然发出爆笑。也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只是我很好奇，上官小姐条件这么优越，什么优秀的男人找不到？为什么会找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呢？林志杰也坏笑着跟人调侃道：难道是上官小姐就喜欢捡别人用过的？那我是不是得跟于晨林学习学习？现在抓紧找个人结婚再离婚啊！林志杰太过激动，没控制好音量，他的这句挖苦直接进了阿瑶的耳中。我握紧双拳，
竭力想让自己忽略掉这句话。毕竟，在我的大学生涯里，他们各式各样的嘲讽我都听过。我告诉自己，没关系的，我已经在生意场里锻炼得百毒不侵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容易被恶意刺伤的毛头小子了。我浑浑噩噩走到阿瑶身边，牵住她的手，想带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阿瑶拽着我的手，直接走到林志杰和周丽丽面前。她沉声开口，脸色铁青，道歉。两人明显没反应过来。什么？阿瑶又厉声重复了一遍，向于晨林道歉。他曾经的经历，遭遇到的苦难，不是你们嘲讽欺辱他的理由。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无论是人品还是身价，都远远比不上他，所以也只能动动嘴皮子，说一些风凉话。随后，阿瑶又快步走到林志杰面前，就算你离过100次婚，我也不会看上你这种人。你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永远都比不上于晨林，你永远都只能被他踩在脚下，无法反抗。临走之际，阿瑶回头看着周丽丽慌乱的背影，笑着开口：“周小姐，背叛的人下地狱，像你这种践踏他人真心的人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”回家的车上，我看着窝在我怀里撒娇的女孩，宠溺地勾了勾她挺翘的鼻子。阿瑶，他们说的那些话，我耳朵都听起茧了。我已经不在意了，你没必要为了我去跟他们结仇。你现在代表的是上官家，我怕他们宴会结束后散播你的谣言，影响你。阿瑶看着我，用力摇了摇头，打断了我的话。陈林，名声对我来说都是身外之物，我从始至终在乎的只有你。我握紧了他的手，跟他十指紧扣。阿瑶，我们结婚吧。阿瑶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我们结婚的喜讯时，微博已经爆了好几个热搜，手机一直响个不停。我点进微信群，林志杰等人已经在群里接龙恭喜我了。于总跟上官小姐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啊！祝贺你们喜结良缘。结婚那天别忘了请老同学们去坐坐啊！当年我就知道于总不是一般人，果然现在事业爱情双丰收，简直是人生赢家啊！到这气氛一片祥和，周丽丽突然发了一条消息，打破了其乐融融的氛围。结婚又怎样？过不了多久又要离。前几天还在宴席上嘲讽我的王小莲第一个站了出来。周丽丽，你发什么疯呢？自己婚姻不幸福就诅咒别人，你好狠毒的心肠啊！我看他就是单纯的嫉妒，自己当年甩了于总，现在肠子都快悔青了吧？嫉妒有什么用？人家是上官家的大小姐，家世相貌都甩你好几条街，你凭什么跟人比？自己当年在学校就水性杨花，脚踩好几条船，现在装什么白莲花啊？最后，在众人的围攻下，周丽丽灰溜溜地退了群。我和阿瑶最近在筹备婚礼的事，每天忙得双脚不离地。再次听到周丽丽的消息时，婚礼筹备已经接近了尾声。周丽丽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，精神有点不太正常，经常在家发疯砸东西。郑少秋有点大男子主义，他接受不了神经兮兮的妻子，就在外面养了情人。周丽丽知道了这件事，正在跟郑少秋闹离婚。郑少秋在小群里吐槽，要不是看在他给我生了个儿子的份上，我早跟他离了。我家3代单传，老头子看中这个唯一的孙子，我又不能跟他对着干。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一会，然后笑着把一份亲子鉴定匿名发到了郑少秋的邮箱。我也是无意间得知，周丽丽在学校里的时候，经常一次勾搭好几个男人。她大着肚子找上我当接盘侠的时候，
跟郑少秋分手都快半年了，所以这孩子无论如何都不会是郑少秋的。恐怕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，周丽丽自己也说不上来。后来也不知道周丽丽使了什么招，让郑少秋相信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她的种，被蒙在鼓里替别人养了9年的孩子。不知道郑少秋知道这事会不会气疯。我送他的这份大礼，就当作他欺凌我这么多年的回礼吧。几天后，林志杰告诉我，郑少秋因为酒后失手杀了周丽丽，影响恶劣，被判了死刑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正笑着挽着阿瑶的手走进婚姻的殿堂。因果报应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今后我的人生天朗气清，万里无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